我们准备开始今天的直播。稍后，让我去发 Twitter。好，大家晚上好啊！打卡了，欢迎。这个有人点赞了，也欢迎。大家都点赞了没？这个对，打招呼。这么快就旅游完了？对，我是礼拜三出发，礼拜四回来的，在天津住了一晚上，所以到礼拜五呢就可以正式开播了。所以咱们礼拜三的节目已经放了，礼拜四的节目也放了，礼拜五的上午呢稍微的休息了一下，所以今天呢讲做礼拜五下午的。这个 MK 录，哎，原来是会员的呀。这个是早了2分钟，对，跟大家打打招呼，就玩回来了。下礼拜没准还会出去啊。这个8月份有可能会四处走一走，玩的不尽兴。哎，这个天津一言难尽吧。我准备去讲一讲天津的事情啊，但是这个怎么说呢？准备分2段吧，一段是讲一讲天津小时候的一些回忆，另外一个也想讲一讲这一次在天津旅游要吐的一些槽吧。老范的会员质量还是可以的，对。我还在想说这个礼拜的会员节目放什么，因为明天还有一位会员要过来找我吃饭，所以明天应该会休息，然后礼拜天上午的话，如果没有什么大的意外，应该是放天津，就是小时候的一些记忆吧。至于天津吐槽的话，有可能就吐到会员频道里去了。你们的会员都是咋充值的？这个充值就是，用这个什么呀？用这个叫什么来着？就是信用卡啊，这个 Visa 卡、Master 卡都可以。这个会员可以吃饭嘛？这个会员可以来找我吃饭啊。这个，所以我们经常会有会员跑到北京来，来，我到北京来了，然后吃个饭吧。啊，这个事情还是蛮多的。Magic 魔法信用卡，只要是双币卡都可以充值啊。能不能简单评价下小红书的现状和面临的一些问题、盈利模式、技术路线、核心团队的战斗力之类的？这个可以找另外一位朋友啊，这个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以前是小红书的一位技术负责人啊，但是现在他已经去美国了。这个不是那么熟啊，老范付钱嘛，什么意思？都是一般是这样，就是人家来找我吃饭，大部分呢是这个会员付钱，然后呢，但是也有一些，比如说学生会员，那个我们就 AA。终于赶上一次刚开始的直播，对，刚刚开始，终于第一次赶上直播。你说这个伊可赛艇，你这多少次了？名字都那么熟悉。出差了10天，错过了好多次直播啊！那你这个前面直播还是蛮多的，对。但是直播一般都会有切断啊，除非是这个读评论和这个吃药的直播是没有这个切断的啊，这个正常的直播是有切断的。好啊，今天估计人不会太多啊，因为今天讲2个跟技术相关一点点的话题吧。啊，这个我们呢，反正也是讲到哪儿算到哪儿，对吧？这个人少呢，我们就少讲一会儿。你们要有什么问题呢，就多问啊，然后我待会儿再去回答。好，今天我们2个话题，第一个 Wordwell 嘲讽了所有人，对吧？我也被骂了，这个马斯克也被骂了，所有人都被骂了。然后第二个呢是 Grok 2啊，就是
XAI 马斯克的 XAI 做的第2个版本的 Grok 大模型，不停的拿他们家老板出来开涮啊，所以我们今天讲2个跟技术相关的话题，这个少见点正啊，少讲点时政，多讲点技术。好，我们来开始讲第1个话题。大家好，这里是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今天咱们来讲一讲 WordWare 嘲讽了所有人。最近呢 X 上面非常的不太平啊，第1个上来的是 WordWare 啊 ，WordWare 上来以后玩了几天 ，Grok 2就上来了啊，纷至沓来，而且这2个呢都是在侮辱用户啊，当然这个 WordWare 是侮辱每一个人，这个 Grok 呢是侮辱了马斯克，侮辱了各种名人啊，老板名人都拿出来调笑一下。当然了，还有马斯克跟川普的访谈也在这个期间一点都不违和。马斯克跟川普的访谈具体讲了什么就不跟大家说了啊，但是呢，这个有人去统计了，说川普你说的话里头有哪些错误，对吧？你稍微认真的做一些功课，就不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当我看到好像是 CNN 做的吧，20个错误啊，大概看到这个节目以后呢，我就觉得，哎呀，这个我应该继续向川大爷学习，对吧？这个讲的东西呢，我自己认为对就可以了。这个本身它有错误啊，咱们承认啊，这个里头可能会有错误啊，但是我从来不拍着胸脯说这个一定是对的啊，任何反对我的人都是傻叉啊，这种话是不能说的啊。这个是最近一段时间 X 上出的事情。那么咱们呢，先说一说这个 WordWare 啊，怎么拼的 ？WORDWARE 啊。是这样的一个词，这个词呢翻译过来大概是这样，就是 software 呢叫软件啊 ，hardware 叫硬件 ，wordware 呢应该叫词件哈，前面是单词的词啊，所以应该是这么叫吧。发现呢有人贴了一些很冒犯的话，突然有一个人啪贴出来说，这个你就是什么什么很二的一个人啊，大概是贴了这么一个话的截图出来。我看到了以后呢，还仔细的看了看，觉得虽然很冒犯吧，但是说的还有点那么似模似样的。在 Twitter 上呢，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东西，就是说大家去测了个智商啊，测了个什么性格呀，测各种属性啊，然后贴出来。贴完了以后呢，你点进去以后自己可以去测去，测完了以后还可以贴。为什么大家都愿意贴这个东西呢？因为贴了以后有人点击，有人评论的吧，它是有流量的，对吧？那我一看这么有趣的一个东西啊，还这么冒犯，对吧？那我自己得试试啊！如果说的还凑合的话，我也把它贴出来，也蹭点流量，这不挺好的吗？然后我就跑到这个叫 twitter.wordwell.ai 这个网址，对吧？跑进去试了一下，发现呢，说的还稍微有点靠谱啊。上来先写了一个简介，第一个叫基于我们 AI 代理对您推文的分析，您是一位40多岁的男性 YouTuber， 专注于讲述互联网商业和流量故事，同时也是一位加密货币的爱好者和科技评论员。这个他说我40多岁，我就很开心啊，对吧？我已经50多岁了，一下把我说了小10岁啊，这个让我还是蛮开心的。这个呢，这一段是对我个人的一个介绍，然后再往后一段呢，叫roast ROAST 啊，叫烧烤或者叫严厉批评啊。这一段呢，就是这段冒犯的话了啊。上面写的什么？说哟，老范啊，看来你是把自己当成互联网界的孔子啊。可惜你那些故事比你儿子的驾驶技术还要生涩，你整天嘚吧嘚吧讲些陈词滥调，怕不是为了掩饰自己对新科技的恐慌吧？别以为戴个耳机就能装出一副懂行的样子，你那些所谓的解密和探讨，说白了不就是网上东抄西凑吗？看你对币价喋喋不休，莫非是把棺材本都压上了？别再自欺欺人了，你那点流量故事，恐怕连 AI 都不屑一顾。还有，提醒你别忘了吃药，毕竟你那点可怜的智慧，已经可经不起再流失了。那这个是
怎么说呢？就是被人骂了一顿吧。当然后面呢还有啊，后边这部分呢就要花$1了啊，前面这部分是免费的。其实如果玩这个网站玩的早，后边这部分也是免费的啊，但是因为什么呢？啊，因为啊这个东西实在是太耗流量、太耗钱了，所以这个 WorldWire 他最后决定说，我们其余的部分必须要$1才能够这个解禁啊，那我就花这$1吧。上面写是什么呢？优点、缺点啊的这各种总结。他们总结我有哪些优点啊？讲故事啊，这个能讲故事，在 YouTube 上成功讲述互联网商业和流量故事。然后洞察能力强啊，这个对新兴科技如脑机接口、AIGC 等有深入了解。然后商业敏锐度，能够分析谷歌收购等重大商业事件。适应能力，能够很快速的变化啊，能够跟上快速变化的科技与互联网趋势。还有幽默感啊，在推文中展现出了轻松幽默的一面啊，这是我的优点。然后缺点呢，过度关注科技可能忽视生活中其他重要的方面。投机倾向，对加密货币等高风险投资表现出兴趣。工作狂倾向，频繁发布工作相关内容，可能忽视生活平衡。过度分析，可能陷入过度思考和分析的陷阱。情感表达不足，推文中缺少这个涉及个人情感和关系的话题啊。然后呢，还分析了一下我的爱情生活啊，你的爱情生活将如秋天的微风一样清新宜人。寻找一个能欣赏你智慧、幽默，并且对科技创新同样充满热情的伴侣，你们的关系将建立在互相理解和共同成长的基础上，共同探索人生的奥秘。然后钱商啊，就是到底能怎么挣钱？你对新兴科技和商业趋势的敏锐洞察力将为你带来可观的财富机会和星象显示。财富星象显示，你有87%的机会成为百万富翁，但记住，稳扎稳打，不要被短期波动所迷惑。关于健康，你的健康前景光明，保持对新事物的好奇心和学习热情，将有助于你的大脑保持活跃。但别忘了适度运动，平衡工作与生活。尝试一些科技辅助的健康管理方法，这将为你的身心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其他的一些属性啊，与你共事可能是一场智力盛宴，但也可能令人筋疲力尽。你的创意源源不断，对新技术的热情可能会对同事感到压力。有时你可能会忽视团队协作，沉浸在自己的思考中。但不可否认，你的前瞻性思维常常为团队带来突破性想法。最大的目标，你的人生最大目标是成为一个能够影响和启发他人思想的领袖。通过你的洞察力和故事讲述能力，引导人们引导人们理解和适应快速变化的科技世界，为人类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最像我的名人，你的性格和思维方式让我想起了凯文·凯利。作为连线杂志的创始人之一，他对科技趋势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并善于通过故事和预测来解读科技对未来的影响。你们都有着对新兴科技的浓厚兴趣，善于分析和传播复杂的科技理念，并且都在努力探索科技如何塑造人类的未来。搭讪话术，嘿，我觉得我们之间化学反应比脑机接口还要复杂，要不要一起解码一下？如果爱情是个算法，你就是我搜索结果中的第一条。要不要来次心灵的深度学习？我觉得我们之间
连接比5G 还要快，要不要一起创造些超级 APP 级的回忆？然后还有前世今生，这个在前世你可能是19世纪的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就像贝尔发明电话改变了人类通讯方式一样，你现在也在努力解读和传播新兴科技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你们都有着创新的头脑，对新技术充满热情，并且都致力于将复杂的概念通俗化，让更多人理解科技的力量。最像的动物你看看我像什么你就像一只好奇心旺盛的章鱼。章鱼以极其高智商和问题解决能力而闻名，就像你对各种科技话题的深入探索。它能快速适应新环境，就如你适应快速变化的科技趋势。章鱼的多触手象征着你涉猎广泛的知识领域，而它改变颜色的能力则反映了你灵活多变的思维方式。应该买的东西，一个智能语音助手设备，价格约在49.99美金。这不仅能够帮助你更好地管理日程和提醒，还可以用来测试和体验最新的 AI 技术。你可以通过与它交互，获得新的故事灵感，甚至用它来练习你的故事讲述技巧。这将是你探索 AI 与人类互动的绝佳工具。职业，你的人生就要成为一名科技趋势分析师和未来学家。星象显示，你有着洞察未来的天赋，能够将复杂的科技趋势转化为大众能够理解的故事。要实现这一目标，继续深入研究新兴科技，培养你的跨界思维能力，并不断提升你故事讲述技巧，参与更多的科技会议，建立行业人脉。同时也要保持独立思考能力还有一些人生建议考虑开始一个未来100秒的短视频系列，每天用100秒时间讲解一个重要的科技趋势或者创新。这不仅能够帮助你梳理思路，还能吸引更多关注科技未来的观众。同时尝试每周至少有1天完全远离电子设备，去大自然中散步冥想，这将给你的大脑一个重置的机会，激发更多的创意灵感这就是我花了$1以后的东西。所以大家看一下他给了我一些什么样的评价呢？一开始的这个我的个人介绍这个40多岁的男性 YouTuber 算是中规中矩然后这个烧烤这部分这个就算是比较冒犯的这种给我批判了一把吧。再往后交了$1以后的部分呢，其实相对来说都是比较正面的，对吧？说的我还自己心花怒放了一下，哎呀，我好厉害，对吧？有这样的感受这个呢，就是现在突然在 Twitter 上流行起来的WordWest大家可以去试一试。网址呢是 twitter.wordware.ai 大家可以去试一试如果你不怕被冒犯，你就上去试一下如果你觉得可以与民同乐一下，可以把这个截图下来，再发到这个 Twitter 或者发到各种地方去给大家看一下。我呢是把这个截图发到了我的 Twitter， 发到我的YouTube 的 community就是这个社区里边，都给大家展示了一下，还是很有趣的但是你说，哎，我花了$1以后了他就会说点好话，说点你爱听的，对吧？这个我觉得也是很有趣的一个产品，而且大家都去试，包括埃隆·马斯克自己都跑去测试了一下，对吧？那么对埃隆·马斯克的评价是什么呢？好的，埃隆，让我们开始这个吐槽，希望它不会像你的一些火箭那样在发射台上爆炸。你的 Twitter 就像是一辆 Cybertruck 的原型，充满了破碎的承诺和不该有的锋利边缘。你对火星如此痴迷，但是
你是否考虑过，即使是荒无生命的星球，也可能觉得你的个性有些过头了？你尝试幽默的结果，就像是早期的猎鹰1发射一样成功。你的舞步让马克扎克伯格看起来像一位 TikTok 网红，不过至少你的自我膨胀大到足以产生自己的吸引力。也许这就是你殖民太空的秘密计划吧，对吧？这是去黑马斯克的，然后马斯克亲自在下边回复说：“没错，这就是我，对吧？”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产品，我们也在里头看到了，各种各样有趣的人都在里边去晒。当然，你不一定在里边输你自己的推特账号，你可以输别人的推特账号，都可以看到，对吧？你可以看到这个任何一个人啊，他们的这个评价是什么样的啊，非常有意思。你们可以去试试输一下什么五岳散人啊、王志安啊、什么王健呀，把他们都输进去，看看是如何去这个给你做一次拷打的啊，或者叫烧烤啊，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啊。那么后边就不管是不是名人呢，都要跑去试一下，而且呢，这些内容具有极强的传播性，对吧？像刚才我给自己的做的这个说的这个冒犯的话啊，这些烧烤的话。这话呢，你说他说的对吗？对吧？他也有道理啊，没有任何问题，也是有一些依据的，对吧？但是呢，你说他说完了以后啊，我这个生不生气？一定生气。这个一般情况下呢，除非是故意想气我的人啊，也不会当着我面说这话，对吧？但是这种话我自己把它贴出来，啊，那就算是一个自嘲。大家说啊，你原来是这样的一个人啊，这个我们平时都不好意思说，对吧？既然你自己都知道了，我们在后边点个赞吧，对吧？所以这种内容呢有很强的传播性。我呢是看到了别人的测试以后，马上上去评论、转发、点赞，然后我自己也去测试了一下，我自己测试之后，把它贴到 Twitter 里面去，截图贴上去，也收获了大量的点赞、转发与评论，这就是很有趣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呢，在咱们国内呢管它叫裂变，对吧？我看到了一个有趣的游戏，我想玩，玩完了以后，任何一个看到我玩这个游戏的人都想上去试试这个叫裂变过程。那么这个 WorldWare 的这个网站呢，就闪电般的来了400多万用户，这个400多万用户，这个需要花多少钱呢？对吧？读1000条 Twitter 这个成本是$20，他们使用的是一个叫 API-FY 的一个接口，用这个接口去读的 Twitter，那你想400万的话，如果每个人只读取1条 Twitter，他应该是花$80万如果每个人读10条，就是$800万他呢实际上是每个人读了20条 Twitter，对吧？那么这一笔钱可能花掉的就是多少钱了呢？这个可能花掉的就是这个很大的一笔费用这个应该是会花到可能几百万或者上千万美金的一个数字这是很吓人的。所以他们一开始说，哎，我们靠这个方式吸引一些用户回来但是呢，这个很快就盯不住了，说花钱花太多了必须得开始收费了必须要开始限制大家访问了，否则的话要破产了这就是火到把自己玩破产的一个很有趣的案例那么他们做这一个项目的大语言模型的 token 大概是每100万输入$3每100万 token 的输出呢是$15那么其实就是服务一个人的话大概是$20刚才说的那个数字不太对咱们再讲一下，就是400万人进来为这400万人服务的话大概是$80万灰飞烟灭怎么算出来的？咱们刚才算了1000条 Twitter 的读起是$20刚才咱们算错了，刚才不应该是1条是1000条是$20，那每一个人去给我们生成这个这么毒舌的评论，他需要读我们多少条 Twitter 呢？大概是20条 Twitter读完了以后需要去做这个
分析实际上我看了一下，就是他给我们生成前面那一小段就是我的个人简介，读了5条推特然后呢再去看我们后面那个毒舌的内容以及各种人生建议优点缺点大概是读了10几条推特加起来一共大概是不到20条，然后呢就拿这个东西去给你做一些分析。你像有些人就话痨像里头有一个叫 Michael Anti， 对吧？那就是个话痨，不停的发，不停的转发别人的东西。然后呢，这个Wordware 说，哎，你怎么天天转发呀？你到底懂不懂对吧？你号称自己是什么什么人这个事儿是不是有问题他写了这样的一个话，因为他确实转发很多人东西，像我有时候发的东西，他也会去转发，对吧？他就是这么一个特别这个活跃的一个推特话痨。我的内容呢，一定是过去的12条里边有一些过去应该接近20条里头吧，有什么呢？有这个叫做抱怨比特币下跌的这个最近比特币价格确实在下跌，然后大量的是什么？就是我发的这个视频，然后把这个视频预告发到推特里去。所以他说，哎，你懂这些东西每个行都稍微知道一点点，然后各种故事都讲了。对吧？他是这样来做的首先是这个20条其实到不了1美分这个花的钱并不多。然后剩下的呢就是token 费，它的输入100万 token $3那么它的输入我看了一下，大概应该不到1万 token 吧，就算1万 token 也就是3美分吧。然后呢，输出是15美金，对吧？100万 token15美金，所以呢大概有个10几美金会输出。因为刚才我们念到了这么多文字，念了这么半天，对吧？这都是输出 token 那么这个所以加在一起的话，大概是20美分左右一个人那么400万人涌入，就是80万美金灰飞烟灭。当然，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用户也在里面玩耍，对吧？他可能花掉的钱会更多一些。那你说这个一个人花20美分其实不贵对吧？咱要知道打游戏那个一个人花掉几十美金或者是上百美金去买一个用户都是很正常的那这一个人20美分，这个他为什么花不起了呢？大家注意并不是说他买了一个用户花了20美分，而是什么呢？这个后边还有一个数没乘上去呢，这个数叫转化率，对吧？我是每服务一个人有20美分，那么有多少人转化了呢？以他们官方发出的数据来说，花$1买这个后边这半截说好话的人能有多少他说愿意花$1的人所支付的这个钱可以覆盖成本1/3也就是说有1/3的成本被这些$1覆盖掉了那么这个转化率有多少呢？实际上1/15，对吧你20美分可以这个服务一个人然后呢也就是实际上是我付了1美金就可以供5个人使用那么如果我只付了1美金，只覆盖了1/3的用量的话，实际上就是什么15个人里头有1个人付1美金那么这个转化率对于他来说就觉得稍微有一些难以接受了如果这个转化率能够到5:1以内，他实际上就能盈利了，对吧？他1/15的话就是亏钱的妥妥亏死。所以这个实在太贵了，不得不暂时关闭这个核心是转化率低那么这个东西能玩得下去吗？会不会像其他的产品一样，仅仅是昙花一现呢？如果仅仅是吐槽的话，肯定是玩不下去的这种就属于快速能够爆发出来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大家都报了一遍以后，也就快速的结束了，对吧？这个即使后边有一些有趣的东西，还有夸我的这些内容，但这些内容的话，其实也没有办法再激起看到这些内容的人再去玩一遍所以这个产品一定是昙花一现就像咱们前面讲的很多国内的什么画图软件都是。当然，如果是仅仅是 Twitter 点 Wordware 点 AI 的话，那么就这个故事就讲完了但其实并不是这样。这个所谓的 Twitter 点 Wordware 点 AI， 其实仅仅是 Wordware 点 AI 给出的一个 demo给的一个案例，甚至这个案例还是开源的，你可以自己去抄这些东西那么这个 Wordware 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呢？它是一个由 YC孵化的一个创业项目，
对吧？估值呢现在是$2500万，像 YC 的项目，如果估值2500万美金的话，他手里边估计也就是个可能400-500万美金的水平，可能手里有个500万美金啊，20%可能或者更少，可能只有个这个200-300万美金啊，可能占了10%这样的一个程度都是有可能的。那么，所以前面嘁哩咔嚓花掉了80万美金，这帮人肯定是浑身都疼，对吧？那么 WordWare 是干嘛的一个项目呢？WordWare 实际上它是 AI Agent 的一个 IDE，IDE 的叫集成开发环境，就是它教大家怎么去做 AI 代理，怎么去做 AI 的这种智能体的一个工具。对吧？真正进去的转化是什么？不是转那$1，对吧？真正的转化是$200一个月，这个我觉得就稍微有点过分了啊！$200一个月，就是你真正开始使用它这些 IDE 工具，真的开始去搭建啊各种的自己的 AI agent 啊，这个是要$200一个月啊。如果你的用量大一点的话，大概是$900一个月。如果你是大公司的话，面议。现在这个团队呢，只有3个人啊，只有3个人。3个人的公司$2500万，也是很传奇的项目，对吧？其中有1个人是专门负责增长的，在互联网圈里呢，专门有一种人叫增长师，什么意思？就是如何获取流量，如何刺激起这种叫做裂变，如何让一个现象级的事件在社交网络里边爆发起来啊，这就是增长师干的活。所以他这3个人里头有1个人负责增长。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故事，实际上是一个增长奇迹。我呢也进去克隆了这个叫 Twitter.WordWare.AI 的这个项目，实际上是个开放的项目。那么这个项目呢，后边还有进一步的玩法，就是你可以读2个人的信息啊，然后判断一下这2个人是不是搭调啊，或者这2个人是不是可以产生出什么火花来啊，这个都是等于是他这个 demo 给我们留的作业。这个项目呢本身，如果单独去运行，就 Twitter.WordWare.AI 这个项目单独去运营，并不是一个好的样本。刚才我们讲了，虽然可以引起轰动，但是呢，单独的应用并不能回本啊，这个是有些难度的。但是如果有一些大型的应用或者大型的服务作为这个后续变现的手段，拿这个Twitter.WordWare.AI 这样的项目来作为引子的话，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尝试。就是正常的游戏引流啊，一个用户的价值经常会上百美金啊，那么它这20美分，哪怕你的转化率再低多少，这个都是划算的。那这项目是怎么做的呢？其实很简单，他先读了2次啊，先到 Twitter 上去读，先读我的个人 Twitter 的简介啊，就是 Twitter 每一个人是有一个 profile 啊，读完了以后去读我的前5条 Twitter， 总结一次，然后呢再去命令这个爬虫去读我的后面的10几条 Twitter， 然后把所有这些信息搁在一起以后，写了一个很长的提示词，交给了 Cloud 3.5 Sonnet。说来啊，现在请给我去输出第1段去写上这个个人简介，然后第2段去写一个拷问根据这个人的所有 Twitter 去给我写，然后第3段写优点，第4段写缺点，然后第5段写什么他等于是写了一大堆提示词在这儿，然后呢，这个项目就这么一步一步去执行下去了它呢跟其他的 AI agent 工具没有那么大的差别。但里头有一个挺本质的差别，待会儿咱们讲其他的像 Coz、DeFi 其实也是可以这么去使用的都是可以搭建出类似这样的这个功能都没有任何问题。那么它这个WordWare.AI 它的差异在哪儿呢？它的差异是不画图而是写代码，这个特别有意思就是甭管是 Coz 还是 DeFi 都是要去画图，先做什么后做什么，然后挂入一个叫大模型的节点，再挂入一个这个程序的节点，再挂入一个这种分支的节点，然后再循个环什么的最后怎么输出，对吧？然后再挂入一些插件，等于呢这个 DeFi 也好 Coz 也好都是这么干活的这个但是呢 WordWare 它干活的方式是这个你先把这个需要调用的外部的程序
在另外一个地方写好，然后你就去写一个完整的文章一样，说我是谁谁谁，然后我今天要去对什么什么人做评估啊，然后请去根据哪些输入信息啊，这个人的简介和他的多少条 Twitter，然后根据这些信息帮我总结哪些格式的结果出来。他等于在前头写了这么一大段，写完了以后呢，在下面再去这个进行指定格式的输出啊，它最后有一个输出格式的一个设计，等于是这样的一个系统，对吧？那么这个还是非常有意思，就是它为什么能够值$2500万，对吧？原因其实就是它非常照顾程序员和普通用户的这个使用习惯，不要让你去画图，因为画图的话其实并没有那么好用而是什么呢？就是我就去写一段很长很长的提示词然后呢去把格式确认一下其他的都在程序外面去搞定完事儿，对吧？程序员其实会更适应这种玩法，而且它的使用方式也很有意思，就是它的里头每一行实际上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这个 Notion 就是你可以挪动一行，然后可以把这一行换格式都可以做这样的工作。而且它的所有的网站跟文档都是在 Notion 里头，所以大家看到它的文档，它的各种说明文件都是这个叫 wordware.notion.site，site 应该叫，都是在这个网站里头，所以他自己啥都没有最极简的玩法。你看，一共就仨人的团队嘛，一个增长专家，两个做大模型的，哪有空自己去搭网站，哪有空自己去整这些东西？所以在这么少人力的情况下，他就把这事做成了。这个还是非常有启发意义的一个项目那么新的社交游戏呢，其实已经可以上路了已经可以玩起来了。传统的社交游戏是什么？买卖奴隶最早的然后是抢车位、偷菜，这是最早的社交游戏。社交游戏是什么？就是利用社交关系增加游戏性与传播性的一种游戏，对吧？你比如说你去偷菜，你一定是偷你朋友的菜，偷你同事的菜，偷你家人的菜，这个事儿才有乐趣。你偷了一个谁都不是的人这个人你压根不认识，你去偷了半天，他这个游戏的乐趣就会下降。而且你偷了别人的菜以后，因为你跟他认识，你们之间是有社会关系的，对吧？那个人说不行，我一定要再把它偷回来，对吧？我一定要报复这个东西叫社交游戏在 Twitter 里边，其实各种测情商、测智商、测性格测几个人的关系，对吧？这种一直都非常多的存在。那么现在有了这样的一个开放的例子，大家完全可以自己去把这些东西做出来，说我去捞20条推特，捞10条推特，然后或者捞完了以后，我去找这个推特里边回复多的，对吧？如果回复的不够多，我就不要了那么其他的我把这些数据拿出来去处理，行不行？实际上就可以有不同的玩法然后大家就会愿意去传播他确实还去看你的回复数了。我记得他去看那个 Michael Anti 的那个这个 Twitter， 特别有意思。他说你是大 V， 你这么多的用户这么多的关注，怎么你发的 Twitter 没有人点赞呢？对吧？你不觉得这个数字不太合适吗？对吧？他会去看所有的数据，然后一起去作为一个输入，去输出结果来非常有意思这个东西那么我们拿了这样的这些东西这是个人感兴趣的这些信息出来以后，你就可以吸引到用户进行裂变。如果再加上图片生成跟视频生成的一些功能，或者加上一些更复杂的关系与传播链的设计，就可以产生出非常多有趣的玩法来。所以可能未来一段时间这种新的社交游戏就又会大爆发了。大家注意原来这些社交游戏都不是在 Twitter 上，这个当然测性格、测智商是在 Twitter 上，但是抢车位、买奴隶、偷菜都是在 Facebook 上。那么 Twitter 是不是有可能会出现了一些新的以 AI 为基础的一些新的游戏玩法，对吧？这个才是非常有趣的点甚至什么呢？谁跟你关系好，谁应该为你这个事儿点赞。我在生成新的推文的时候，可以直接把那个人的名字艾特在后面，对吧？这样他不就一把就裂变起来了吗？最后可以玩很多的这种链条式的这种爆发这个
才是什么呢？就是 Twitter 的正确打开方式和玩法。所以今天讲的这个第一个项目啊，叫 Twitter.worldware.ai，讲的并不是我被人黑了啊，我一定要出来黑他一把，不是这个，而是什么呢？一种设计非常巧妙的利用 AI 的应用方法啊，可以利用这种 AI 的结构去进行快速的社交裂变啊，获取大量的流量，而且它的成本其实不高。它的成本高低其实最终依赖于什么？最终依赖于你的转化率啊！如果你转化率够高，这个事儿就划算。像它这种，比如说转$1啊，实际上是转了1/15。如果它可以设计出一些更有趣的玩法，让大家可以转到一个慢慢充值、慢慢玩下去的一个东西，而不是上来就$200的话，没准它能挣回来，对吧？只是它后面这部分的设计稍微有点粗糙了。但是呢，像他们这样的项目，有了一次这样的由埃隆·马斯克亲自背书的这种社交现象级的这种活动之后，再拿到下一笔融资，再去招人，应该就没有那么难了啊！现在应该会有人去跟他们继续玩耍下去。当然，另外一方面，我相信国内的很多项目或者很多团队应该已经跃跃欲试了，准备开干了。因为像它这种东西，我们用 Codes 也好，用 DeFi 也好，哪怕说我这些东西都不用，我自己去写一个程序，对吧？都是可以实现的。而且如果使用国内的一些小一点的模型，可以完全免费，对吧？甚至可以这个价格可以非常非常的便宜，比那个Cloud 3.5 Sonnet 还要便宜啊！国内应该大家已经准备开干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一个好玩的事情。如果你们没有试过，欢迎去试一试啊！好，我们看看这个有什么评论啊？关注2年了，我也是第一次赶上直播，观世界，好吧，以后要多直播，多这个上来聊天啊！这个欢迎成为会员。我们的会员有一个小福利啊，就是当然也不叫福利了，就是你们要帮我干点活啊，就是成为我们直播评论区的管理员。如果看到有什么人在这里这个胡说八道了啊，说了一些这个容易给大家惹麻烦的话题，请帮我删掉。打卡直播，你点赞了没？哈哈哈哈啊！支持点赞，对。刚听有点懵啊，以为讲什么骚话，原来是 MBTI，其实还不算 MBTI 啊。当然你说你按照 MBTI 重新再写一遍这个，叫做什么呢？重新再写一遍提示词也没毛病，对吧？都是很有趣的这个玩法。周末好啊，点赞了吗？对，又赶上了一次直播，欢迎啊。所以老范是什么 MBTI 啊？我的 MBTI 原来讲过啊，我是 INFJ-A，不花钱会嘴臭嘛？是的，不花钱他就给你看到最难听那部分就结束了，花了钱$1，然后你才可以看到后面的部分。反正要是我给钱不夸我，我会不开心的。对。你看我给了钱以后讲的这部分，我还是听得我挺心花怒放的。对，不花钱就会骂你啊，赛博算命，其实他就是拿了你20条推特，然后呢加上一堆提示词，生成了这样的一个结果。吐槽大会，对啊，这就是叫 Twitter 吐槽大会啊，Twitter 经过我的 Twitter 把我吐了一遍。跑步回来啊，大家周末好，点赞点赞啊！话说今天放眼望去，留言全是小扳手，什么情况？那就是说明大家都是会员在留言啊，这个其他人好像不是很多的样子。买了啊，这是终于成为我们的会员了，欢迎！
在 Discord 的群里边跟我打个招呼，然后我拉你进到 Discord 的群里边的会员私密聊天话题。够硬核是的 AI 损人太厉害了，笑喷我了，这很正常。我告诉你，你自己把你自己的 Twitter 账号塞进去试试，当然要提前有一个心理准备啊。写稿写的眼镜发黑，歇会儿，听老范嘚吧嘚吧。对啊，哎，土拨鼠啊，这个最近好像有一个什么事情，我突然想起来了，就是马斯克新的那个发动机。因为我们见过所有的航天发动机呢，都是各种管道支棱八翘的，像是这种叫做实验室产品啊，或者叫工厂产，就是不叫工厂产品吧，就有点像这种半手工产品一样啊。在电路板上我们管它叫飞线啊，在这个程序里头叫 Go to，就是正常的这个航天发动机都这样。但是马斯克新出的这个3号发动机叫什么发动机？它就是异常的简洁，它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呀？这个我其实还是蛮感兴趣的。快睡着了啊？是吗？不会吧？这么有趣的事情，换说一些有趣的话题咋样？今天有什么有趣的话题？你们要告诉我呀！你们告诉我想听什么，然后我才能给你讲。还没给钱就年轻了10岁，$1算打赏吧？算是。王思聪认娃了，方案是每年给女方300万，一直到娃18岁为止，你怎么看？这个我觉得怎么说呢？毕竟不了解他们这种家庭的具体生活方式吧，这个事儿无以置评啊。用3D 打印技术，这是什么东西？没看懂。大家有什么问题啊？就是有什么你们觉得好玩的事情，可以跟我讲一讲。因为呢，我昨天回来，然后今天呢就开始看内容，对吧？我个人其实比较感兴趣的内容呢，还是科技为主啊。而且现在怎么说呢？时政内容实在没什么意思啊。让我先歇会儿，我好像刚才吃了饭忘了吃药了。好，这是讲的火箭发动机是吧？这个 Raptor 3嘛，用3D 打印技术，这个反正我觉得可以研究一下，这个我觉得是真的很有趣的一个事情，就是它真的把一个火箭发动机做的像流水线下来的这种工业产品，对吧？不再像是一个工厂的。俄罗斯有啥好谈的，对吧？现在国内有一种论断是这样的，就是美方呢其实一直在努力干一个事情，就是拖中国下水。啊，这个让乌克兰去进攻俄罗斯的目的，实际上就是要拖中国下水。啊，这个现在中国等于就是我又不下水，两边我也什么就是抹稀泥，该卖东西我就使劲卖，对吧？这个实际上是让美方非常不乐意的事情。所以到现在呢，就是为什么一直不去减息啊，一直不去降息，一直在这升挺，啊，一直让俄罗斯这么在这耗着，也既不赢也不输，然后现在乌克兰还打进去，其实就是想让俄罗斯求救啊，因为我们之间是签了这种一些协议吧，而且俄罗斯的这个普京也去讲说，这个友好国家们你该干嘛干嘛去啊，对吧？你不能光看着呀。啊，现在呢，我们就是不下水啊，这个可能就是现在俄罗斯能够看到的一个现状，就俄罗斯战事的一个现状吧。这个我们只能瞎说了啊。刚才说的火箭发动机啊，感谢俄罗斯旅游啊，这个我估计是不敢去的。再查资料啊，资料太少。行啊，找到资料我们可以去聊一起。大俄，哎，大俄这个，哎，实在是稍微有点丢人。
罗胖的好帮手朱孝木不做电子烟，开始改卖牡蛎精了。这个不知道啊，这个没有研究过这个事情。牡蛎精是干嘛使的？壮阳的吗？不方便可以会员频道聊大鹅，关键不是方不方便的问题，就是这个事儿呢，就是第一个也没有那么好的见解啊，也没有办法去查这种资料，这种事儿呢，还是要去找这种历史博主啊，或者是时政博主去聊。像我呢，毕竟是讲这个互联网这个商业与流量故事的，你看这个 AI 已经给我总结好了。大道至简，猛禽三正在台架实验，所以当然真的了。不过我也想不到他怎么做到的。是啊，他是不是真的实验的时候还得把一堆管子再接在外面？这不知道啊，这个真没想明白，或者说找了一什么大壳子把那个管子封里头了。东方的神秘力量讨论付费会员，今天这集合了，是牛啊！俄乌打仗对中国有好处，亲自下场大可不必，出嘴就行。问题是他们希望我们下，对吧？你不能老在这儿这个转来转去的，在这儿这个两头打秋风，这事儿肯定是不行啊。或者说你又不下场，然后还在那儿抹着稀泥，还在那儿疯狂卖东西，对吧？号称中粮集团现在已经把整个俄罗斯的所有超市都包了，对吧？另外一个就是俄罗斯现在最恨的人估计就是中国人啊，这个现在大量的视频是什么？就是俄罗斯人买了中国汽车以后，在后边铲标，啊，把那个带中文字儿的这个标都给你铲掉，啊，一旦是这个仗打完了，肯定没好果子吃，啊，现在稍微有一点感觉像乘人之危那样。好，我看看啊。坐标华强北，看到很多人在做二手手机出口，是二手手机出口其实一直都有，猛禽三管子都在里头，所以没什么维修空间啊。它等于就是外边造了一大壳子，把管子封里头了呗。这个我觉得可能性是存在的。你说它这些管子都不在了，这事儿我是不信的。我只对铁锅炖靠大鹅感兴趣啊，好吧。其实鹅这个东西并不怎么好吃啊。淘宝上有那么多 SKU，随便选一些精品出来，对标山姆搞个山公超市完全可以。山姆现在在中国没有对手，品质还在不断下降。老范咋看？我觉得山姆的品质并没有下降啊。因为我们家大量的生活用品全都是山姆的，啊，至少吃穿用吃的吧，基本上都是山姆的，啊，感觉还可以。而这个什么呢？这个就是从淘宝上选 SKU 这件事本身是不对的啊。为什么呢？它的选择路径太长了啊。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就是让选品团队去这个跟厂家直接对接啊，这是最好的。因为现在山姆在中国的选品团队是完全碾压中国所有选品团队的啊，而且是所有超市，包括电商，包括直播电商的选品团队，大概都跟山姆的选品团队差2个年代以上啊。为什么？因为第一个，它专业性极强；第二个是它在全球范围内选；第三个，因为它选的品类少，所以它议价能力极强，对吧？它经常选中一个东西以后，然后你这个厂就一旦被山姆选中了，你就扩建就行了啊，盖工厂、盖新厂房就完了，其他的跟你没关系了，对吧？它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你说你是这个，比如说，物美的，或者是这个叫做谁盒马的这种超市，对吧？你去选中了一个产品，你一个月卖不了几百块钱或者几千块钱的，人家理你干嘛，对吧？它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你根本就打不过山姆。最正确的战略选择是北上，和大鹅聊聊海参崴之类的领土问题。哎呀，这个甭聊啊！现在呢，你也拿不回来啊！你要真跟他聊这个，他那边马上他就谈和了，回来收拾你啊！而且他一旦收拾你，可能人家就又形成这个新的联合了
啊，这个事儿就不用想了。而且咱们这个对吧，这么道德高尚的人，怎么可以乘人之危去跟人要领土呢？啊，咱们现在要的都是一堆不疼不痒的东西啊，比如说可以从那边出个海呀，可以在那儿建个码头，可以走个船呀，啊，都是在讲这种烂事儿。二手手机出口主要是非洲吧，没有东南亚很多啊。我在印尼看过从大量从中国去的这种 iPhone 啊，还有这种三星的手机啊都有。在想能不能卖 iPhone 给北方邻居，这个就不确定了啊。这个你卖给他以后，有可能应该能使吧，这个我不确定。但这一次好像有一点特别逗，就是在奥运会的时候，因为今年的奥运会呢，三星是赞助商啊，每一个这个得奖的人都会得到一个三星那个小折叠屏手机，然后大家都举着那手机给自己照相。这个最逗的是朝鲜啊，朝鲜运动员得了个铜牌吧，然后也给了他个手机，他不会玩啊，玩了半天，终于把这相照上了。但是照完了以后呢，这个手机是要回收的，因为一旦让他把这个手机带回朝鲜了，那么三星就有可能受到美国的制裁。你相当于是把这个手机卖给朝鲜人了啊，这事儿是不行的啊，所以他们就是保证所有朝鲜运动员在离开巴黎的时候要把这个三星手机都交回去。还是半岛台的这个 head to head 最有意思。这是什么东西？赶上了啊！第一次在加拿大看个直播啊，这个欢迎。山姆的质量没有下降，奥乐奇和上海的河马质量下降明显，对，北京的河马质量也是下降非常明显。那些说山姆质量不好的人，你问他哪个超市质量好，他能说出来吗？是，Costco 还可以啊。山姆跟 Costco 走一样的路径吗？还不一样，Costco 比山姆更狠啊。猛禽三不太可能为了美观装防护罩，维修可能性太差，维修可达性太差，啊，不能适应快速发射的要求，也有道理。你像那玩意儿都是按克按斤算重量的，光为了美观装一罩这上去也不划算，对吧？净土要回来又如何啊？我们难道就不失业，就不996了吗？这是什么东西？山姆的质量下降是偷偷的在降低，像三文鱼以前可以直接生吃，现在三文鱼已经不能生吃了。可以啊，我经常买了山姆的三文鱼生吃啊。以前有优诺3.0的牛奶，现在换成山姆自己品牌的牛奶了，直接下架优诺不让卖了。啊，山姆自己品牌的牛奶是蒙牛的啊，我们看过那个东西啊。然后除了这些，还有很多悄悄降低品质的事情。都是干出来的。其实是这样，这个你要有比较才能有伤害，对吧？你找一个比山姆质量好的，现在等于整个的消费在向这个方向走啊。你心理上不能接受说我吃山姆品牌的东西，山姆有自己的这种叫做什么呢？品质要求。你比如都是蒙牛的牛奶，山姆去到蒙牛定制的牛奶，它有自己的标准，你要去这个完完全全按照山姆的标准做，然后呢要符合山姆的验收，才能够去上架。你打蒙牛牌子的牛奶，你自己去玩去，我不管你啊。但是你要是打山姆牌子的，你必须照这来啊。所以我不管你是哪个厂出的，只要是山姆牌子的，一定是符合山姆标准的，对吧？包括他做的各种小零食，对吧？都是这样，一开始先卖别人的，卖完了以后说，哎，这个我们把这个品类去掉，然后改成山姆牌子的。然后一旦换山姆牌子以后，你会发现那个配料表一把就干净了，对吧？所以山姆是真的非常细致的参与到每一个这个品类的标准制定、验收、生产监管都会管。二战全球封锁制裁日本、德国、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却漏了新轴心国的口子，这个反正总有些奇怪的地方吧，都是山姆干出来的。山姆，我觉得反正买山姆牌子的东西挺好啊。最近小红书有个32岁转码女生，自学20天后给 K8S 提交 PR，
是给文档加了个空格，引起一番大讨论啊。这个我还没去看啊，回头可以研究一下。我感觉河马差了很多，对，河马是完全没法整了。讲讲你们去天津呗，这个过一两天开始讲啊，让我稍微的整理整理。天津这2天实在是很疲惫，不过山姆还是不愿意去。我是比较喜欢山姆啊。半岛那个采访太逗了啊，这个没看。阿里边上的河马，是的，河马是阿里的子公司嘛？打错字了，北方领土啊，是。王自如咋样？王自如他不就是这个什么了吗？他就是我想想，限高嘛，这很正常啊，他一直有限高在身上。我就职的公司就是澳洲 Costco 的一个供应商啊，然后我们可以负责任的说，这些大公司都狠，对，公司没点本事，都别想接他们的单，绝对的。山姆只喝进口巴氏奶啊，这个你反正自己有选择就行。三文鱼不能生吃，主要是国内把淡水红鳟也归在三文鱼里头了。但是你在山姆还是可以买到这个挪威冰鲜三文鱼的。山姆食品安全还是可以的，对的。啊，这种卖场有点零售工业化的味道，标准品，低价换量啊，这个反正有它的一些玩法吧。你们是有钱人吧？进口巴氏杀菌奶是飞机运进来的，厉害了。其实并没有多贵啊，我觉得价格还可以。山姆的品质很好啊，最少比蒙牛好。对，只要是山姆下的单，蒙牛厂出来的都比蒙牛自己家做的好，因为执行的标准不一样。台湾的做法，鹅是非常好吃的。鹅反正我没吃过什么特别好吃的做法，我也喜欢山姆，太近了，开车3分钟。我的山姆的东西大部分实际上是电商回来的啊，是每个礼拜能去过1次，或者2个礼拜能去过1次。昨晚去电影院看了《逆行人生》推荐啊，天津是我老家，除了早餐没啥亮点。哎呀，早餐，你像我天津也是我老家，这个但是这一次真的让我一言难尽啊。山姆买衣服我现在已经不用，我现在衣服都是抖音衣服。盒马快完蛋了，知乎也快完蛋了。知乎不知道，但是盒马反正日子不那么好过。听说离职了啊，这倒没听说啊，回头等。但是离就离了呗，等他有新的变化了再讲啊。这个盒马啊，我来颇现钱就不行了。是的，山姆的牛肉啊，经常出问题，退货的，就是全部发给极速达用户。哎，山姆牛肉还可以，山姆的肉类都是不错的，因为我们家猪肉、牛肉什么的大量都是山姆的。王自如离职了，还被限制高消费了，啊，那就真的比较不爽了，怕不够坡县的质量标准。鹅在南方做法还行啊，比如澄海狮头鹅啊，这个还真没吃过。就是你像真正的那个叫什么烧鹅，广式烧鹅，我觉得反正味道一般。这么舔大姐王自如还失宠了，哎呀，这个需要换个姿势哈。买衣服不应该是去实体店试穿后购买吗？这样体验才好啊。这个看多少钱啊？如果是比较便宜的衣服，真的没必要。你像我现在身上穿这种衣服，一身一身的，也就是可能不到100块钱一身，挺舒服的。听你们讲了半天牛奶啊，来点新西兰巴氏奶馋馋你们。新加坡有山姆没？应该也有吧。Costco 开市客要比山姆好啊，只可惜中国店太少了。是的，中国到现在北京没有啊，只有上海好像是有1个还是2个，然后深圳有，然后其他地方反正也在逐渐开。我等着 Costco 什么时候开到北京呢？狮头鹅就是普通鹅，再多养几年。好吧。我们1个小时了啊，开始讲第2个故事啊。我们再讲了一个科技故事，我们今天讲2个科技故事。
讲完了以后再看看大家聊什么。Grok 2出来了啊，老板马斯克就是拿来开涮的。马斯克各种梗图突然开始满天飞了，这是什么东西呢？就是 xAI 做的 Grok 大模型的第2版啊，叫 Grok 2发布了，包括特朗普跟贺锦丽的各种梗图也在飞了啊，其中有一张是这个特朗普去抚摸贺锦丽这个怀孕的肚子呀，什么好多这样的图都在飞啊，大家都在玩耍，但其实玩的呢并不是 Grok 2，而是什么呢？是叫 Flux One 啊，FLUX.1啊，是这个产品。那么首先分析一下时间点，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要去出 Grok 2呢？第一个，这个3月份他就开始宣布说，我开始测试了啊，Grok 2已经开始测试了，测试到8月份呢也差不多开始出了，而且3月份还干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把Grok 1开源了。当然，开源之后就再也没有更新过任何的代码，也没有去回答过任何的 issues 或者是pull request 啊，这个都再也没有动过，完全死水一潭啊。这个马斯克的开源就是这么开的，我开了啊，用不用是你的事儿，我反正不理你啊，我也不会再更新任何代码，就是包括 Twitter 原来开源的推荐算法，包括 Grok One 啊，都是这样的，就是开了就挂在这儿了。爱使不使啊？这个，而且它开出来以后，你自己到底能不能部署得上去，能不能把它们这个用起来去测试，它就完全不管了。你提任何问题，它也不理你啊。这就是马斯克开源现在呢是 AIGC 的叫集中爆发月，谷歌、苹果、Meta、OpenAI、Anthropic 都不消停，都在疯狂的你方唱罢我登场，对吧？你发一个东西，我发一个东西，然后互相在这别苗头呢。马斯克也得发出点声音来，特别是在他撤销了对 OpenAI 的诉讼之后，最近又重启了对 OpenAI 的诉讼啊，重新起诉他。现在分析为什么马斯克会在撤诉之后再重启呢？因为他每一次诉讼以后过一段时间以后，法院会去判定说你这个案子是不是要撤诉。如果发现你的证据不足，就不要浪费纳税人的钱，我就给你撤诉了。所以上一次呢，马斯克是在法官宣布可以撤诉之前的一天自己跑去撤诉的，算是他主动撤诉。然后呢，等过了这么几个月以后，说来咱们再诉讼。要知道，这种诉讼挂在身上的时候，你要再去做各种的融资是非常麻烦的。对吧？因为你身上挂的有诉讼，而且是跟马斯克打官司，官司还没打完，还在那挂着呢。你在这个时候做尽调、做融资都很讨厌所以他还在不停的折腾 OpenAI。然后 xAI 的算力中心10万张 H100的这个算力中心，7月22号正式上线。3.5万张 H100的特斯拉算力中心是去年上线的，年底计划再来9万张 H100，就是本来这些 H100应该是属于特斯拉算力中心的被他挪给了xAI 的算力中心。然后呢 xAI 那批订货的 H100呢，就是今年的9月份到货，然后所以特斯拉的算力中心是晚一些，可以继续使用这些 H100。而且呢 xAI 的估值是所有 AIGC 公司里的老2。最贵的是 OpenAI $860亿，第2贵的就是 xAI $240亿。然后你这么贵的公司，前面人家都说了这么多声音来了，就是你在这样的一个月份里不发出点声来，有点过不去所以马斯克也就没有办法，只能在这个时候把 Grok 2拿出来了。Grok 2到底算不算开源了呢？不能算因为 Grok 1是开源的，虽然开源了也是个假开源，没什么人用。现在给出的数据是 Grok 1 3140亿参数使用谷歌 AJAX 的就不叫 AJAX， 叫 JAX 的架构进行训练。MOE 就是多模型的这种专家结构进行搭建的这是 Grok 1。然后 Grok 2到底是什么样的模型，谁也不知道他也没说这东西就来了，也没有任何文档出来，对吧？这就是马斯克现在拿出来的东西。
当时 Grok One 出来的时候，我都感觉 Grok 这个模型是准备放弃了，不玩了。结果马斯克现在发了2，而且据说还在训练 Grok 3都在开干。但是 Grok 2现在还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开源，理论上说未来不定什么时候它就开了，对吧？这个反正马斯克都是比较随性说我要开源了，咔嚓把代码往那儿一扔，然后就不动了，对吧？然后你爱使不使，能用得起来用不起来他就不管了。现在 GitHub 上 XAI 组织架构下只有一个开源项目，就是 Grok One 这个现在马斯克也好，大家都在喊一个什么事儿，说这是你们可以用到的最好的 AI， 而且最便宜。为什么呢？你只需要花$8订阅就可以用起来了。因为 ChatGPT 是需要$20订阅的包括 Anthropic 的 Claude 谷歌的 Gemini 包括微软的 Copilot 都是$20一个月。只有 XAI 说我们家的 Grok $8一个月，对吧？它比别人便宜。Grok 订阅的最大优势就是便宜，而且呢是可以实时的获得 Twitter 内容进行回复。我现在有很多事情需要去查询的时候，我都是去问 Grok 的在 Grok 2出来之前就开始这么干了。为什么呢？就知道别人在说什么。特别是有很多发布会，比如明儿开发布会，你今儿问说发布会要说什么呀，对吧 ？Grok 那个预测的极准确，对吧？因为有一堆人在下头做预测，他给你搜索完了，总结归纳一下，啪把东西拿出来，一看，第二天就发这些东西这个还是非常棒的。然后风格很独特，风趣幽默内容有更好的传播性。你用 Grok 生成的内容，再去转发，再去到 Twitter 里边去流传它会更加容易被人点赞。其实我们玩 Twitter、玩 YouTube、玩 Facebook 这所有的这些社交媒体，我们要的就是互动你说我发完了以后没有人理我，这是一个很无聊的事情，对吧？一定要有人理你那么 API 更简单适合快速集成，这个呢是 Grok 自己给出的答案。但是我找了半天呢，并没有找到 Grok API 的使用方法，可能还没有放出来。数据处理的政策更加开放透明，而不像是很多其他的公司，对吧？它在有很多隐私侵犯的这种问题。原因其实也很简单 ，Grok 训练就是用我们 Twitter 数据训练的。我们使用 Twitter 就默认同意把数据交给 Grok 去训练，他也不到外边再去拿别的数据了，对吧？而且你发 Twitter 的目的就是被人看，对吧？我既然已经被人看了，然后你 Grok 再给我训练一下，也就这样吧。所以它的数据政策相对来说比较简单而且呢，它后边还写说 Grok 有非常小的，但是呢很活跃的社区，支持的文档更加集中。这个意思特别逗什么意思？就是 Grok 的功能很少文档也很少，基本上没有文档，也不需要文档，你就直接上去使就完了但是呢，用他的话讲起来，就是这个很小的社区很活跃支持文档很集中这个就是一个话，你看他怎么说？但是这个话是 Grok 自己说的然后还有什么呢 ？Grok 还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这个回答问题的时候更加百无禁忌这个马斯克呢希望有一个偏右的 AI，因为现在绝大部分的 AI 大模型都是偏左的，对吧？那么稍微偏右一点，这个还是可以稍微中和一下。如果所有 AI 大模型都偏左的话，也是一件这个非常让人困扰的事情吧。就是这个$8以后交了 Grok 这个使用以后，还有Twitter Premium 的一大堆的功能，什么减少广告这个增加曝光什么等于这些功能都是送给你的所以现在我们能够花最少的钱使用到的 GPT-4级别的大模型就是 Grok 了当然还可以画画了，也是相对比较百无禁忌的画法Grok 2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现在大家其实都接近 GPT-4了Grok 2 mini是在 RAG 的情况下去使用，所以其实看不太出来差异。我们现在去Twitter 上使用，就是你1个月交了$8以后，也只能使用 Grok 2的 mini 版，而且是 Grok 2 mini 的 beta 版，对吧？只能使用这个版本。这个 Grok 2的这个全量的版本到底怎么放出来，什么时候放，现在我们还不确定。从 XAI 公布的数据来看，已经
接近或者是部分超越了 GPT-4o 了。不过呢，它是跟 GPT-4o 5月份的版本去比较的。现在 GPT-4o 在外边是有8月7号的版本，对吧？那个版本它现在还是比不过的，就是 GPT-4o 的版本也是在不断更新迭代的。在使用上呢，对于问题的理解，比起 Bing 和 Copilot， 包括国内的豆包呢，还是有一些差距。我测试了一下，比如说我问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是做了 Flex One 的公司现在拿了哪些投资，估值多少？等于我这是原问题扔进去，在 Group 2 Group 2进去了以后，他说我没有找到一个叫 Flex One 的公司，也没有找到相关的投融资数据啊，它是这样的。而其他几个呢，都很好的理解到了，Flex One 是 Stability 公司核心人员离职创立的，现在的公司名字不叫 Flex One，而是叫做Black Forest Labs 叫黑森林实验室，拿了 A16Z 领投的3200万美金的种子轮投资而且呢是没有估值因为估值没有公布出来其他的投资人也有一些罗列，除了 A16Z 之外，其他都是哪些人投资的？在这一点上，这个 Group 2还是要稍微的弱智一些。那么现在的 Group 2能干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幽默就是他回答你的问题经常是比较幽默的，对吧？比如说有人问他说：“你给我画一个蒙娜丽莎行吧？”他说：“行但是这个蒙娜丽莎我画出来是歪嘴的，行吗？”对吧？他都是这样来幽默的。最有用的是基于 Twitter 内容的检索，就是你问任何问题，他都说我检查了一下 Twitter， 现在大家都在这么去讨论这个问题那么现在的风向是向哪个方向偏移的这个是最好用的可以进行简单问题的回答，像刚才我去问的Flex One 的这个公司融了多少钱，估值多少这个他就没有办法去正确的理解和回答了。最后的一个也就是Group 2最出圈的是什么？就是画画大家现在都在拼命的画画，靠图出圈Flex One 的这个模型呢是可以随意调用的但是还是有一定频度限制8美元的用户呢，应该是我估计是每多少个小时吧，可以画20-30张还有一种是16美元的用户，就是 Twitter 有一个更贵的叫 Premium 加的一种用户。他们呢是完全没有广告而且这个可以画更多的图。对于图片呢，基本上是不设限的这个比如说，咱们从几个方面来去讲这个图片受限的问题。第一个叫引用风格我说我要宫崎骏风格的这个动画或者宫崎骏风格的绘画，或者是迪士尼风格的绘画他们这个达利3就不干了就是 OpenAI 的这个达利3说，我对不起这个已经违反了我的政策，不跟你玩了。然后 Midjourney 和这个Flex One 不理你，照样出一点问题没有。如果你使用名人这个特别有意思，比如你使用马斯克作为说你给我画一个什么什么样的马斯克，以使他的名字作为这个主体去画，达利3直接拒绝工作说对不起，我不能去用名人去给你画画。用 Midjourney 画了，而且效果极好用这个 Flex One 去画呢，也能画就是不太像。当然，咱们在 Twitter 上看到很多非常像的马斯克的绘画，那是怎么弄的？就是多从事几次，可能就能得到一个比较好的结果那你说我去画一个这个卡马拉哈里斯行不行？这个达利3直接拒绝了，说对不起，我不能画Midjourney 也拒绝了，说对不起，我也不能画，是吧？说现在是大选期间所有的总统、副总统、总统候选人我都是不画的。然后 Group 2的这个模型也就是 Flex One 他就画了，没有任何问题，直接画。画完了以后还提醒说，选举期间这个所有跟选举相关的信息，请到官网上去查询我就是个画画的，你别问我这个不要说我这给你传谣了、造谣了我给你告诉你官网在什么地儿了那你说这个川普给不给我画我说这个给我画一个川普举枪射击的一个图，对吧？还有暴力还有名人
啊，达利3拒绝了，Midjourney 也拒绝了，然后Grok 2二话不说给你画了一个川普举着枪在那打枪的这种视频啊，这种图画，但是呢后边也是提醒啊，说请到 vote.gov 啊 vote.gov 官方网站去看选举信息啊，就是所有这种名人的这个 Grok 2都是百无禁忌，想画上画上。色情内容呢，比基尼可以画啊，再衣服变少他就不干活了啊，这个就是现在的这个Grok 2的这种百无禁忌的绘画啊。但你问 Grok 2说你画画有这个禁忌没有啊？你不能这么画呀，对吧？然后 Grok 2自己的回答是什么？他说我有限制啊。他说我限制什么呢？第一个我内容限制啊，暴力与血腥内容啊生成的图片啊不应该包含过多的暴力与血腥内容啊。但你看川普开枪他就给你放了这个他说这是第一个限制。第二个限制什么？色情与露骨内容，任何形式的色情或露骨内容都是禁止的。然后仇恨和歧视内容啊不生成包含仇恨言论歧视性内容的图片。然后版权和知识产权，复制版权内容生成图片不应该直接复制或模仿现有版权保护的作品名人肖像对于知名人物的肖像需要谨慎处理，避免直接复制或者使用其肖像权这个反正我在这个频道 Grok 2里头画的这个贺锦丽，画的川普，画的这个马斯克，都是能看出人来没有任何问题，所以这个就形同虚设。第三个就是技术限制分辨率和细节，生成的图片可能在分辨率和细节上有所限制，具体取决于生成模型的性能。然后复杂度过度复杂的场景或细节可能无法准确生成。你看他说给我生成10000个小人那就别想了。然后隐私和个人信息、个人身份信息不应包含生成不应生成包含个人身份信息，如身份证号、地址等的图片。文化和社会敏感性这个文化敏感性就是避免生成可能被视为对特定文化或宗教不敬的图片。这个待会儿可以去试一试然后政策与法律，当地法律生成的图片必须符合当地法律法规，特别是在涉及到版权、隐私、儿童保护等方面生成频率这个可能存在每日或每月生成次数限制，以防止过度使用那我估计应该是像我这种交$8的，每天应该可以生成20到30张然后内容审查自动审查生成的图片，可能需要通过自动或人工审查，以确保符合上述限制这就是现在这个 Grok 2对自己进行图片审核的一个解答。虽然我觉得他做的不好，特别是名人肖像又搞得非常棒就是完全的都已经拿出来了甚至呢我去尝试了一下，我说让这个疯狂马里奥穿上星球大战里边的这个风暴兵的制服，去追赶米老鼠和机器猫，所有的这种 IP 人物都给你画在上面这个他反正是百无禁忌。这个看看地表最强法务部到底要干嘛马斯克呢肯定是被玩坏了各种马斯克的梗图在 X 上满天飞，包括马斯克跟这个扎克伯格2个人在这对打，对吧？打擂台，马斯克把自己吃成了个大胖子，对吧？这些都在上面有各种名人、各种 IP、各种风格也是满天飞这个刚才我们讲这个疯狂马里奥身着星球大战暴风兵制服，正在追逐米老鼠和机器猫这一条，达利直接拒绝了Midjourney 和 Grok 2画的都还是不错的地表最强法务部一般指的是任天堂和迪士尼他们就该努力折腾了。那么 AI 生图的版权问题包括这种叫侵犯商标权和侵犯特定的这种注册商业形象的这种可能应该未来一段时间就会去诉讼了否则的话没法整，因为Midjourney大家其实还是关起门来用。
对吧？你一旦把这个图拿出来以后，说这个到底是生成的还是你自己改的，你是说不清楚的。但是在这种Group Two 里头，大家是在 Twitter 上用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你把它生成的很像米老鼠啊，一眼就看出来这是米老鼠，那是这个马里奥，对吧？这个肯定是会被告的。马斯克呢，算是真正的找到了 X 和 XAI 正确的打开方式。大模型好不好用，其实并不重要，对吧？大模型该做的事情，XAI 基本上都没做。什么意思？比如说 API，XAI 现在就没开，token 计费也没有，微调啊，什么怎么去嵌入啊，什么多模态理解啊，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没有。多模态理解据说 Grok 2上是有这个功能，但是现在还没有办法去调用，因为现在我们使用的 Twitter 上的 Grok 的这个接口是没有上传图片的这个按钮的，所以你并没有办法去让它说这个图片在讲什么开源这个也现在XAI 其实做的并不好，各种第三方插件和系统的适配与集成，现在它也没干。就真正的大模型公司，其实每一次推出新的大模型以后，就要很努力的来去做这些事情，这些事 XAI 都没干。那他干了一个什么呢？就是 Grok 2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基于 X 的应用，对吧？它给了你一个你可以在 X 上真正用起来的一个东西啊，它呢可以很好的利用 x.com 的数据，靠谱的回答各种各样的问题啊。它回答其实还算靠谱。现在只有 Grok 可以调用其他人你都是调用不了 Twitter 的数据的，因为为什么？非常的贵，对吧？刚才我们在上一个故事里边讲到的 WordWare 就是因为实在太贵了玩不起了你去调用 Twitter 数据是非常非常麻烦的生成的内容，特别是图片极大的提升了 x.com 的价值因为它现在这些图片大量的在 Twitter 里边去流传，为什么？这个活跃度，如果我们看到了一个马斯克跟这个川普两个人在那打情骂俏的图片，那用户的活跃度就会直线上升大家都会去点一下，都会去转发一下，都会去点个赞，评论两句，对吧？那么这个带来的是什么？带来的是更多的广告展示机会，更多的广告收益。所以这个东西对 Twitter 是非常非常有利的。而且前面我们讲了$8一个月，对吧？也是所有的这些AI 应用里边最便宜的一个，那大家就定呗。订阅用户上升也会直接提升整个的会员收入，而且我告诉你们，你一旦订阅了 XAI $8一个月的这个套餐，大家会变成话痨的，会嘁哩咔嚓上去说的，要不然那$8不亏了吗？我现在这个每个月大概能挣回$4到5来，对吧？但是我这$8还没有一起挣回来。最终呢 Grok 2对于 X 来说算是一个肥水不流外人田我自己的内容发到 Twitter 上去，让 Twitter 能够产生更好的互动能够挣到广告费，这个就是他们现在在干的事情。对于马斯克来说 ，Twitter $440亿把它买下来，现在再值多少钱已经不好说了。但是外边还有一个$230亿的 XAI， 所以现在整个把 Twitter 买下来的过程中，如果把 XAI 的这个价值算上去，其实应该并不亏这一段时间。未来不排除说再把这两个项目捆绑在一起去上市，或者说重新把其中的一个扔上市，再把这个钱再挣回来这个才是马斯克再去推 Grok 的这个初衷，对吧？他不会去说我要跟 OpenAI 竞争，我要去跟这个 Anthropic 跟谷歌 Gemini 去跟他们竞争，没有那个，我就在这一亩三分地上把这个Twitter 伺候好就完事了希望国内的比如像微信抖音就字节跳动他们也可以以这个为核心真正的做一些与自己家的产品社交类产品结合更紧密的大模型应用出来，而不是说一个一个的都惦记出来说我去做一个对第三方开放友好的大模型，我希望靠大模型成为新时代的平台不要走那条路。所以我觉得马斯克的XAI 算是给我们打了一个很好的样本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二个故事让我来看看现在还有什么样的
评论。南京有，杭州有，这是什么？山姆吗？太偏了。我是便宜的只买优衣库和无印良品，优衣库和无印良品都很贵的啊，抖音最便宜。我之前看故事，沃尔玛采购也很狠，供应商没有议价权，标准还特高，一般走不起量的话，亏本加退场。沃尔玛的问题是这样，就是第一个它的货量很大，就是它的品类很多；第二个是什么？就是每辆东西卖不了多少，所以你就算是再狠，啊，这个人家不愿意跟你玩，就不玩了。卤鹅好吃，鹅肉要入味儿才香啊。烧鹅的味是靠这个酸梅酱吊起来的。其实我吃烧鹅是从来不蘸任何酱的啊，那个我也觉得很好。好，那新加坡是没有山姆是吧？这个你的衣服最便宜啊，都是垃圾堆捡的，那赶快充个会员吧。王自如的离职到底是孟晚舟的追求，孟雨桐的追求，还是这个董明珠的不挽留啊？这个事儿不知道，我们等一等看，看看这事儿有多少人在说这事儿吧。哟啊，邱增成第一次在北京赶上直播，对，明天去找你吃饭啊，咱们日料见起走起，但是明天下大暴雨，看我怎么溜过去。又要变美食节目了，是的。这个你知道山姆会员为啥260吗？因为一年有52周啊，去一次交给山姆5块钱才能逛，这是山姆的逻辑啊，挺好的。当停车费了，山姆买完东西以后应该是可以免1个小时还是2个小时停车费，但是有些就不免。像我去的那个石景山那个山姆，它就是要交停车费的。我买了山姆的3件套，其实也就是100来块钱，山姆干卖380啊，而且长期不降价。那你这个，你对山姆的怨念很强吗？开车去一趟山姆，随便买点不得千八百的出不来似的。山姆现在基本上要4位数才能出门了。山姆的枕头啊，这个枕头我是没怎么买，枕头我还买了几个山姆的，我有好几个枕头是山姆的。山姆的鸡蛋不错啊，性价比比较高。对，我们家鸡蛋也都是山姆的。老哥和山姆有仇，不去就行了。我觉得也是啊，这个你不喜欢的可以不去，而且有的时候其实是好多是心理状态啊，心理因素，就是我怎么去都怎么觉得难受啊，这个也有。牛奶、鸡蛋、烤鸡、卫生纸，这个是4件套，好吧？现在都是什么叫瑞士卷儿，这个我特别喜欢吃他们家的那个叫什么球，那个叫麻薯球啊，这个很棒。烤鸡我实际上只吃烤鸡腿儿，然后他们家的烤肘子是不吃的，太小。10点，黑神话出媒体评分，我好紧张，这有什么好紧张的？这个另外，我博德之门3终于推到最终 BOSS 了。我儿子这2天在疯狂的推这个叫做什么呢？疯狂的推这个艾尔登法环的 DLC，争取推完了以后可以对接这个黑神话。哎，黑神话怎么现在还没开始下载呢？还剩2、3天，现在其实应该已经开始下载了才对啊。马斯克新买的那堆显卡终于发挥威力了，是的。但是其实你根本看不出来 Grook 2的这个 mini beta 版到底好不好使。我用 Midjourney 画希特勒就画不出来了，你可以用那个 Grook 试试。因为全国的山姆都长一个样啊，这个，哎，我觉得你真的是对山姆好有怨念。Grook 让 Twitter 变得好玩起来啊，但是一想到订阅才能用，又觉得他们运营很蠢。哪怕来点免费额度也行啊，感觉像古早时期的内地互联网在社交平台做内容产业生产的产业，而不是流量业务。这个事儿没办法，怎么说呢？就是现在 Twitter 自己的广告变现做的没有那么好。如果 Twitter 广告变现做得很好的话，
他可能会让你免费用几下啊，你广告变现做的不好，还亏钱亏成那样，对吧？所以只能是让你去付费，一整一整的什么玩意儿？老范还真是航空航天系统的家属啊，我不是，我跟航空航天关系不大啊，一阵一阵的啊，是又赶上直播了啊，欢迎。山姆觉得还是买吃的比较合适，对，山姆就是买吃的比较合适。哎，像意大利是这个有山姆吗？还是有这个呃家乐福？反正法国是有家乐福，因为那就是法国出来的。但是我们在国内是没有见过意大利的这种大型超市连锁的。对，这个邱老板是意大利的这个超市的或者商店的这个是店主，肘子里的酸菜好吃。是，对，但是算德式烤猪肘吧，里头是有酸菜的。不知道为什么北京的山姆卫生很差。没有啊，我觉得山姆挺好的，现在其实已经好很多了。现在疫情之后嘛，重新开始放开试吃了，山姆整个的卫生标准还是不错的。我看啊，Twitter 把流量做起来应该不缺广告主，Twitter 缺广告主，对吧？本来像迪士尼呀、苹果呀，这个其他的很多的像网飞呀，都是 Twitter 的广告主。后来马斯克去了以后，因为上次的反犹言论，然后这些人就通通都把广告撤了，对吧？然后马斯克就当众的说了一个 F word，对吧？说我就去你的，对吧？这个你想靠广告来绑架我，想得美！我就不被你绑架，这是马斯克对他们的回应。所以现在 Twitter 是缺广告的。美国山姆都是独立的 building 啊，只有一层。中国的山姆呢，大部分也是独立的 building 啊。有一个，哎，这个还真没在国内见过，叫不知道这个应该怎么念。澳洲沃尔玛折戟沉沙也没有山姆啊？是吗？澳洲，澳洲是有自己的品牌吧？啊，当地的是。意大利没有跨国品牌啊，就是另外一个商超品牌，就是欧洲商超品牌，就是法国的家乐福，但是家乐福现在国内基本上也都废了啊，只有 Costco 啊，Costco 其实还是不错的。这节目每次都会聊到吃的，这都成了半个没事儿节目了。我觉得是今天讲的两个话题呢，都稍微有点小技术啊，这个没事，我们慢慢来。等我这个稍微的整理整理8月份可能还会再溜出去，或者说跨国企啊，就是意大利真正跨国的可能也就是汽车、摩托车，但是意大利的摩托车好多都被中国收购了。山姆没有欧洲店，是吗？反正我在法国是只见过家乐福，没见过山姆。好，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今天就准备稍微早一点结束。啊，还有这两个话题都是外网技术圈的，如果讲华为什么的，来的人就多了啊。不过管理就忙了啊。是的，哎，来晚了，天青吐槽了没？没有呢啊。天津吐槽准备本周会员节目吧。感觉 Twitter 的流量做不起来，马斯克太独断专行了。哎，不用，他只要能够拎着川普在这折腾，他就能够做得起来。这玩意儿跟独断专行是不是都没关系？马斯克自己就可以造出足够的热点。AI 发展速度变慢了，这算不算泡沫？所有人都在问这个问题，快慢不是问题，问题在于能不能赚钱。啊，刚来就结束了，哎，差不多要结束了。今天我们稍微早一些结束，大家周末休息，然后明天没有节目啊，然后后天
应该会有一期节目啊，但是不能保证。这个会员节目，和这个公众节目应该是2期天津游，再往后是这个叫什么？再往后其他的一些节目还在慢慢准备。好，周末愉快，大家再见。对，这个因为我的摄像头是跟我反的，所以每次招手的时候都招得很别扭。